大家好，我们前几节课呢，讲了这个花头，包括花头的运笔啊，花瓣的这个基本形态啊，几种常用的笔法我们都介绍了。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先不讲花头了，我们来学习枝干和叶子。然后呢，接下来这几节课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画作品。有些学员呢，学习的当中就容易着急。基本功呢没有练扎实呢，老是着急画作品。前几期的学员呢，都有这个毛病就是急于求成。其实学画呢是个慢过程它是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一定不能太急躁。太急躁呢，其实也学不好。好，不多说了我们这节课呢就开始学枝干。这是咱们的画叶子的笔，也是它用来画枝干，包括钩叶筋咱都用这一支笔。这支笔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画叶子的时候可大可小，枝干呢也是可粗可细。你要说这个笔尖呢，它也足够尖所以它就灵活度也会更好。别看它很大它如果这个用这个笔尖来这个画枝干的时候或者画线的时候，都能达到你的要求。只要你提的这个高度掌握好了，它就会很细很尖。好，我来在这个里边挤一点这个花青。我们先来画嫩枝干。好，这花青这管快用完了，所以不好挤然后挤一点藤黄，在它的旁边呢，我再挤一点胭脂。嫩枝干这个我用一个其他的笔呢来给它和一下，给它调成这个偏绿色。用不了这么多，我可能挤多了。然后我把这个泡透的笔呢，给它刮一刮，这个就稍微比这个画这个牡丹的要干一些刮到什么程度？使劲甩都不滴这样的才行。然后笔尖来一点这个绿色，最笔尖处来一点胭脂。好，就让它绿里边偏紫这种颜色。然后呢，我教大家来画这个嫩一点的枝干。这个行笔的时候是用中锋如果是这样的，就是笔要垂直于纸面是垂直的呈90度角。然后呢是逆锋，在垂直的情况下稍微在你这个运行的方向的反方向倾斜一点也就是说不用垂直到90度看我的是怎么逆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是往前走，你这个笔锋呢要往后往后去推着这个笔去走。如果你这样的如果你往前走，你这个笔这样的，你就等于拖着笔在走这就是顺风行笔逆风呢就是属于叫呛着它走，增大它的摩擦力，这样画出来的这个枝干呢才有力度。好，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比方说我画枝干看这样行笔有一定的弧度。什么意思呢？不能太直出枝怎么出呢？这样这两个枝干也不能呢是水平了，也就是说不能平行，这样出枝。如果我想在右侧再出枝呢，比如说左侧出枝了，我右侧出枝呢，在这个地方出行不行？不行。你要想在右侧再出枝呢，你可以
在它俩错开的地方来出，比方说在这个位置啊，可以在这个位置出枝。好，我再来一个啊，比方说我要画一个组合啊，先来一个短的，然后在这儿来一个长一点的，然后给它出一个枝，这再出一个，它俩有个交叉啊，这个颜色啊少了啊。如果是一大组的话啊，在这儿来一个，有顿笔啊，这个有顿笔才有力度啊。底下啊，给它这样延伸一下。然后呢，为了表示啊，它这个枝干呢不是光滑的，我们还可能给它点两个点儿啊，这样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啊，这上面怎么处理呢？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示啊，上面怎么处理。首先呢，可以点几个点儿，表示它上面有芽苞。比方说这个啊，点芽苞怎么点呢？跟咱画小花苞差不多啊，这样点啊，有点没有颜色啊，来点胭脂，然后哎随便点点，下笔越随意越好啊，让它姿态呢别一样，让它有变化啊。这俩是这样的，这个呢就可以这样的啊，这个呢可以小一点，是吧？然后在这块哎点个点啊，这是一组啊。然后呢，它们几个呈现一个圆形怎么办呢？啊，给它破一下，这块啊来一下，它就不重复了。底下呢，在这儿来一个啊，它就把它破了啊，这样的。好，这个呢，我们可以组合一下。这种比较单一，我们这个可以组合成什么样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啊，这块也有个花苞，在这儿来一个小芽苞，然后上面呢，我们可以呢不都是芽苞啊，把这个撤掉。我吸一点水啊，调一点颜色，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种点叶法。好，我们来画点叶。点叶法怎么画呢？啊，有两种笔法啊，我们先介绍头一种啊，就是点儿啊，就是点点儿啊，点的像有点像啊，怎么说呢？有点像那个咱们那个点蕊啊的笔法。然后呢，再用线呢给它连一下。这个时候哈，就需要笔呢尖一点啊，给它画成细线啊，看啊，画细线。还有一种呢，就可以笔这样的啊，在这个方向去点，顺方向去点啊，这样就可以点大点儿，而且我觉得这种点法啊会更自然，也更容易掌握。好，我再补一点颜色啊，这上面呢，在这儿来一组，有参差啊，跟画花瓣似的，让它有参差。然后呢，也是啊，画成细线，给它连上。两个形态呢不能一样啊，所以我给它变化一下啊，在这再来两个，这不形态就有变化了吗？啊，这样，然后
这个位置啊，再点一个芽包啊，这就是一组组合呢，就比这个要好看多了啊，有这个点缀啊，这也是咱们这画法的特点啊，就是不纯用这个花苞，而是用点叶来点缀它啊，会显得这个画面啊，不单调。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组啊，这两个都是往这边倾斜的啊，我再给大家画一组。是往这面倾斜的啊，这面倾斜的也是啊，同样道理。然后这个啊，也是三个组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在上边给它探出去。好，有人说有破笔啊，有破笔更好啊，这是更有感觉，这样画出来更好看。有点深了深点浅点都可以。这个是光画的芽包，底下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像这个也是可以这样的来点这结构，就会显得这个画面更活。这也是它这样的结构快速的划了几笔随便的越随意越好。然后点个芽包，这不显得画面更活一些。点几个点儿这个枝干组合呢，其实也是跟花的这个花头差不多就是花瓣的组合差不多，难度也不小。要想把这个枝干画的顺眼好看，也是挺难的也是没那么容易。这都是这个需要这个长期的去练不断的去画多临摹之后当然你这个就像你这个脑子里就有个画谱了，你临摹的多了，自然而然你这个自己掌握的东西这个就多了，信息量就大了，然后你下笔呢就比较有数了有句话说就叫心里有画，方能笔下生花就是这个意思。这块呢还有点地方我再画一个小组，在这这点地方我再画一个小组，画一个2个组的组合的。这是一个2个枝干的组合的，然后在这画一组点叶伸到这面去了给它镶嵌进去了没有关系的，因为就将就这点地方。好，然后呢也是画一下线，不让它对称，画点叶也是不让它对称，要对称的话就不好了然后呢我们再点芽包，
啊，这就是又一个组合。然后呢，我换一张纸啊，咱们来画一下这个老枝干，这是嫩枝干啊。我换一张纸，画一下老枝干。看一下啊，这个调整的位置怎么样？再调整一下镜头。好，老枝干呢，我就倒点墨。也是啊，要给它混进点颜色，这样的话啊，老枝干画出来才更耐看。老枝干呢就显得枯笔一点啊，让它有点枯笔才更好。老枝干要给它画出沧桑感，所以要顿笔啊，顿笔要多一点啊，起头也是啊，起头就要顿笔，看没有？这种感觉啊。啊，让它这个笔里呢还有别的颜色，这样的才更好。啊，这就是一组老枝干。老枝干呢是不需要画太长的啊，嫩枝干一般的往长画，但老枝干呢画太长并不好看。然后这个老枝干啊，点缀也不要太多。啊，我再来画一组。老枝干啊，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顿笔的节奏啊，你不能连续顿，但是呢，你也要注意一下啊。假如说底下顿的多啊，上面看伸展出来，让它有一个什么往上伸展的这么态势啊，这个也是你看这伸展出来了。然后呢，这个粗细呢有点变化啊，会显得这个画出来的更有韵味啊。我再来一组啊，这是一个细一点的老枝干，让它往这面看啊。然后我在这个位置呢，来个粗一点的，它俩有个交叉。然后在这个啊这块呢过来一个，探过来一个啊，这样这个呢在这过来，就它俩是交叉啊，比较密集。然后呢点几个点啊，表示它沧桑。点儿也不要太多了啊，隔3距5，要不就仨，要不就俩啊。啊，底下给它来一个点缀。像这样的啊，老枝干也可以画芽包来点缀，但是呢，点缀要给它有节奏啊。嫩枝干点在尖上，老枝干呢一般的点缀啊可以点在旁边，像这样的，可以在这儿这么点缀啊。啊，颜色呢也可以适当深点儿，像这个呢，点缀在老枝干里边啊，芽包。这样的啊，就把它的底部呢显得不那么突兀。
啊，我们再画一组老枝干。在以后的这个课程里面啊，我们逐渐接触到啊很多的组的这个组合。我们现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这个，就是让大家啊把这些个去练一练啊，按照这个步骤去练一练。以后的临摹的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更多的这个组合。我们不需要把这组合记住，那组合它也跟叶子组合一样，没有什么定数啊，主要是还是要凭这个时间长的经验啊，自然而然的就知道怎么去搭配组合了。我呢，只是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老枝干呢也画得很弯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比方说这样的，画成这么弯的，然后给它伸展一下啊，这也是这块来一组啊，这也是一个组合，还可以这样的啊，这个我就不点芽苞了啊。这个还可以这么弯，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这么弯，这么弯啊。比方说啊，这样的，你要是这样的，我们一般这么画是不是不顺手？你这么弯不顺手，虽然也可以啊，但是这么画，你看啊，是不是不顺手？我一般的怎么画呢？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把从这边画，这样的比较顺方向。但你要这么画的话，虽然也能画出来的这个枝干呢，是有点容易欠缺这个效果的，也行，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啊，这个也可以给它叫成一个组合啊，我们也可以直接过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啊，就是可以画成从这面往这面来，但是头呢是在这儿起的啊，像这种啊，可以这样，然后底下给它接一下就行，这样的也挺自然的，反倒效果更好，是吧？然后这块来一组啊，我这个笔有点破头，这个你要不出叉也行啊，可以出也可以不出，出呢这样出一个啊，完这块呢可以这样的，给它来几个啊，这不也行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组合。好啊，这个呢，老枝干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组合不是重要的啊，就是主要是让大家用这个组合呢啊去练笔。这个枝干的这个画法呢也是挺难的。其实枝干的画法就是线条的练习，一个是呢要注意这个画出它的力度感，另外呢还是要把它这个沧桑感，还有呢啊要有枯笔。你看见了吗？这个枯笔，把这个笔法啊给它表现出来，顿挫啊要有适度的顿挫，再一个呢就是竖无寸直嘛啊，不要画太直，你看我这个线条啊没有太直的，所以这个枝干呢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啊。我的前期学员呢就是很多都是败在这个枝干上，就是往往这牡丹画的很好了，但是因为枝干啊就线条练的少。枝干始终不过关，所以咱们这期学员啊，我就想呢，让大家重点啊，把这枝干好好练一练。这有点显示不全啊，这样。好，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啊。这个课下呢，一定要把这个枝干呢好好练。咱们这个视频啊，可以反复的看，而且呢，也可以暂停什么的啊。都是比较方便的，随时可以看啊。这就跟这个你自己掌握时间啊，像请个家教在家一样，随时能给你讲课。所以练起来还是挺方便的。你就是这样也给咱提供了一个这个比较方便的学习条件。你只要跟着视频反复练，都能学会啊，也能学的比较好。好啊，就到这里啊，再见。